那我们今天呢，要把面对焦虑系列呢，我们已经讲了24集了。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一集，面对焦虑的终极心法。我们在社会上，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大家都有焦虑的问题，不管是来自于生理上的焦虑症、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都会导致身心的失调。那也有以前的创伤，或者是现实生活的困难。那面对焦虑的终极心法是什么呢？方医师跟各位说，就是诚实的活着，真诚诚实的活着。那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完整，大家要有耐心的听完。我焦虑了，焦虑有很多症状在心理的症状上，就是对同一件事情不断的反刍，不断的反刍，占据你很多心理精神上的资源，你根本没有办法过日常的生活只要稍微休息一下，你就想起这些焦虑的事情，或者停留在一种焦虑感当中。这种焦虑感呢，导致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那整天恍恍惚惚的。那也会有一些身体的表现，像肌肉僵硬像胸闷心悸那像失眠像肠胃不舒服像频尿产生各式各样的症状。那大家忙于找各科的医生去检查，但是最终你会要去承认说，我焦虑了，我焦虑了，导致心理的症状跟身体的症状。如果你是一时的焦虑比如说你欠人家5000万元，那当然会焦虑那比如说这个你听到你得到可能有癌症的消息，你一定会焦虑因为外在的原因逼迫的产生一时的焦虑现象，你不焦虑反而才算有病你欠人家5000万一点都不会担心，那你真的是有问题所以一时的焦虑不算是一种焦虑症，那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那如果你今天是莫名其妙的没有大事情只有一些小事情你就焦虑了，那这种莫名其妙的很敏感的容易焦虑的反复发作的，方医师就把它叫做焦虑症容易焦虑的生理心理的毛病那我们今天谈的对象是反复焦虑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已经有焦虑了，那产生身心的症状，那一般人呢有2种归因法，一个叫内在的归因，也就是我自己造成的；一种是外在的归因，是别人造成的，是别人害我焦虑的，是事情害我焦虑的。那外在归因呢，方医师又把它分为3种可能的情况。那这3条外在的归因呢，方医师把它当作是回不到家的路回不到家的路。也就是说，在这3条路上你可能会忙很久但是没有真正解决你焦虑的问题那回得到家的3条路呢，就是内在归因的3条路。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6个问题。长期固定使用安眠药会破坏睡眠的内容，增加失智的机会。1天1次全餐，减少用餐的餐数，可以维持良好的代谢。面对焦虑，方医师提出各种面向，帮助大家找回身心安顿的方法。这1年来，方医师在未来健康研究院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各种身心的问题，希望增进大家自我疗愈的能力，提升社会医疗文化的认知。好的频道需要你的支持，因此我们决定正式开通会员，每个月300元的会员费，便可加入未来健康研究院的会员，成为小方，享有以下的会员福利：1、每月有问必答的文字回复；2、会员专属的影片；3、实体活动报名优惠。各位小方们，加入会员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提升社会。让我们一起维护这个优质的平台，期待我们在会员专区与你相见。焦虑的状态的外在归因有分为3条回不到家的路。第一条路就是我否认我有焦虑，我没有焦虑，我只不过胸闷，我只不过频尿我没有焦虑，那是我心脏的问题，那是我膀胱的问题。否认焦虑，他还在找敌人
我怎么可能会焦虑呢？我这么完美，所以我没有焦虑。我的症状是身体的问题或别人的问题。第二个回不到家的路是你会制造身边的小敌人，然后来消灭这个小敌人。比如说，我觉得我有不安感，就我一想到说，我可能是想要上厕所，我有频尿所以我就去上个厕所，稍微疏解一下。所以我制造一个小敌人，让我焦虑不安的就是膨胀的膀胱，让我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上个厕所就好啦。结果每个小时都要上厕所。第三种，你面对焦虑的不正当方法就是，我今天会觉得不舒服，一定是有更神奇的原因，绝对不是什么频尿拉肚子的小问题而已这个神奇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找各式各样的专家。那有人说我缺什么营养有人说我卡到阴那这些营养专家跟师傅就帮我解决了我这个神奇神秘的敌人所以第三种找不到家的路就是，我故意要找一个很厉害神秘的敌人，然后我的师傅可以把这个神奇神秘的敌人解决掉、消灭掉，我的病就会好了。至于内在归因是什么呢？可以找得到回家的路是什么路呢？首先面对焦虑呢，你要先了解你过去的心理创伤。你过去有心理创伤吗？你闭着眼睛，它会浮现你脑海里面的，有浮现的就是有过去的心理创伤。你也不要去把它排名排序，谁先跑出来的，谁就是第一名。那有时候它就是一张图像一张图画那一个念头一个图像，就是要你去积极面对的课题如果不去处理这种东西，你稍微休息一下，那个念头那个图像马上跑出来骚扰你。那有些人呢，不是这些过去创伤的问题而已他是有生理的问题，他的血清素跟多巴胺起起伏伏或长期不足，造成他的大脑运作失当就好像一台引擎没有加血清素、多巴胺的润滑油一样，运转失当卡卡的出现怪声音这种涵盖焦虑症、忧郁症跟躁郁症，那这种是你的大脑的生理状态不良。第三个，给自己的期待太高你做了这个承担不起的挑战你以为自己很厉害，高估了自己，然后让自己工作压力太大，那目标太高，所以睡不着觉。那什么叫做压力太高、目标太高？会让你睡不着觉的目标就是压力太高那方医师拍当这个网络的直播，有时候也会想一想，然后就这个睡不着觉大部分是还可以的但是如果造成你睡不着觉的负担，就是你承担不起的挑战，太高估自己了。那我们今天会一个一个来把这些问题跟各位做复习所以面对焦虑回不到家的第一条路是，我否认焦虑。那我否认焦虑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产生了两个异化。第一个异化是你把本来外在跟内在的问题当作是纯外在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焦虑紧张起来，有自己内心太敏感的问题那也会遇到一些外在环境所逼的问题那这两个综合起来产生你目前的焦虑结果你把你焦虑的问题全部都算成是别人害的，别人的阴谋，别人的恶意，一切都是别人的。我自己这么完美，这么坚强，这么勇敢，怎么可能会这个脆弱呢？所以一切都是别人害的，这是第一个异化，纯外在的问题。第二个异化是什么呢？我焦虑了，我心里一直不断的担心了，造成我睡不着觉，一停下来就胸闷心悸，一直想同样的问题。那我也产生很多身体的症状交感神经的不协调等等等的症状，但是我竟然把心理的症状加身体的症状全部归咎于纯身体的症状我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不应该会焦虑的。我心脏胸闷不舒服只是心脏的问题，我频尿只是膀胱敏感的问题，我肠燥症是我肠子不争气的问题。
把身体加心理的症状呢，又异化成纯身体。这2个异化呢，造成你不敢面对焦虑了，这是你的伎俩。面对焦虑回不到家的第2条路就是焦虑的仪式了，好吧？我承认我焦虑了，我真的有焦虑，好，我真的不舒服，那怎么办呢？我要去找为什么让我焦虑的原因呢？那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上还有生活上的这些小问题，比如说你觉得你有这个尿意感的时候会舒服吗？有便意感会舒服吗？但是各位听众各位乡民，你如果现在觉得有没有尿意感，你就会产生尿意感，这样了解吗？所以有尿意有便意是一个会让你造成小小的不舒服，但是你把它放大，把它点名为就是我焦虑的原因。那有些人是把周边的环境，比如说门窗没有关好然后手上有细菌没有洗干净那什么东西没有摆正确这些环境上的小问题，你也把它当作是小敌人去对付它。那对付它之后，有得到某种解放感有得到某种解放感，那这也是制造小敌人、消灭小敌人，使安缓你的焦虑症那这个就被叫做这个强迫症。好，那我们看下一章。那曾经帮助过我度过焦虑的这些强迫项目，那我怎么能够忘恩负义的丢掉它们呢？今天一旦你迷信之后制造了这么多的强迫项目你就很难割舍了。因为这些强迫的项目呢，比如说一定要把鞋子摆好，一定要呢做某些强迫的事情，曾经帮助你度过难关那曾经呢在没有人理你，你自己在面莫名其妙焦虑的时候，他是你的好朋友，安慰过你既然安慰过你的这些强迫的项目，怎么可以把它当垃圾一样把它丢掉呢？即使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强迫了，但是你还是舍不得的把它留在身边所以一个人得到强迫症这些强迫的项目呢是很难很难丢弃的方医师就跟你说你必须要做2件事情。如果你发现你不断的增加你强迫的项目，代表你背后那个焦虑的火熊熊燃烧所以你应该要用一些抗焦虑的药，包含血清素的药物来稳定你背后的焦虑。那第2个，如果已经形成的强迫项目，你继续做，不要阻挡，每天都做，想做就做，但是你一边做，你一边跟自己说，这是我强迫的行为。有这种认知去做同样的强迫的行为，比起你以前没有认知还在合理化你强迫的行为，这样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好，面对焦虑回不到家的第3条路是什么呢？这一条路就比较难的比较有哲理的就是用迷信治疗迷信，用迷信治疗迷信。我生病了，我有什么鼻子不好，我肺不好，我睡不好，我肠子不好，这是你的迷信，这是你的迷信，你记在你的大脑里面，记在你的大脑里面。今天比如说有一个人不流汗，完全不流汗，从一点不流汗变成完全不流汗，请问他全身的汗腺都坏掉了吗？造成他无法流汗了吗？还是说他大脑认为我从一点会不流汗变得越来越不流汗到全部不流汗，是大脑的命令，是大脑的迷信，大脑的信仰决定的。就好像有一个大楼一整个大楼灯都不亮，那到底是所有的灯泡灯管都坏掉了，还是总开关没有开？哪一种机会比较可能？大家都比较相信所有的灯管灯泡都坏掉了，这比较可能吗？应该是总开关没有开。所以我们常常迷信我们生了什么病，我们常常迷信我有什么样的身体状态。这个大脑的迷信呢，制造身体的症状。人家说身随心转就是这个道理那要把这个已经迷信的问题解决，就要用另外一个迷信就说你不流汗是因为你卡到阴，那所以我要把这个阴赶走，所以你就不会不流汗了。
用一个新的迷信来解决掉一个旧的迷信，有没有效率？很有效率，但是也可能会让你陷入更无知的境地。好，那你一直不舒服，去医院做检查，也都没有找到什么结果啊，抽血、影像扫描都说是正常的啊，但是你还是不舒服啊，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啊。方医师跟各位说，大部分都是因为你大脑相信这个不舒服，你大脑制造这个不舒服，但是很难改变，很难改变，而且也看不到。那这时候你就会求救一些专家啦，大部分都是神秘的专家比如说到庙里面问师傅，都会说你卡到阴了。那如果你问心理师，他说哦，你潜意识可能有问题从小童年生活很不幸那如果你问一些亲朋好友或者一些非主流的医师他都会跟你说，你缺了某个营养比如说缺镁那你食物过敏你打疫苗过敏一句话带过，你也没办法证明它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但是姑且一听然后就开始迷信下去了。那这个迷信呢，他们也是有解法的所以有时候你被他们这个解法治疗了以后也会得到效果的那最后也会好的方医师就提到一个叫做迷信疗愈学那要成为一个迷信疗愈学的大师也可以治百病的大师需要有几个这个条件。首先，这个迷信必须要怎么样？有一点神秘但是不能神秘到你都不能先相信，不能理解所以要有神秘又可信，听得懂的啦。第二个，它是可以操作的，它是可以操作的它不是说只有一套学理而已比如说我缺镁，那你可以补镁的有缺镁可以补镁的那全部都可以操作，那不是100%都会好的吗？不行，你要留一点点不能操作的。比如说今天呢来跟你家看风水，说你这个东西有挡到风水，你要把它收起来，那很简单嘛，对不对？那你就做了如果全部都给你这些简单的，那你全部都做了，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大发了结果发不了财，还是卡卡的，因为他同时给你一个你不好做到的。比如说他说你这个门要转15度要转15度才好了，因为你这个门的角度只有煞到就对了，要转15度。一个门改15度很简单吗？很难，所以你就没有做了。所以他会给你一个比较难操作的，作为这个万一没有改变命运的一个理由了那第四个就是说，你这个病的病程呢，它要预估啦，所以发作时间呢，这个病程要预估。我们人身体的健康跟这个命运都是起起伏伏的。你只要能够掌握这个人起起伏伏的节奏感，那就会好了。比如说以前有一个病一直有啦，叫颜面神经麻痹，病毒破坏你的颜面神经。那颜面神经瘫痪，一般3个月到半年呢就会恢复大部分。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我这里有一个针你每个礼拜来打，那花你5万10万块，那你的神经就会好了，3个月以后。那事实上它是了解你颜面神经麻痹的病程，然后他就占了这个便宜然后呢，如果今天没有占到这个便宜，事情呢发生了什么，你就会说，哇，他可能没有照我的步骤来你可能没有配合我的治疗所以产生这个没有效果，所以一定准备好不作用的外在理由如果发生作用的，他一定说这是我帮忙的，我很厉害，这个方法有效，那见好就收不能够做太久，因为这一切都是掌握这个时机所产生的效果所以他们也都知道见好就收，一直耗下去也会这个足迹败露所以这方医师把它叫做迷信疗愈学。那迷信疗愈学在古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的，而且渗透到各个角落，然后那个方法方式呢非常的多。那这件事情呢，它这种治百病的疗愈学就像当年这个哥伦布的手一样他指向一个方向说，我知道方向在哪里。事实上哥伦布也不是很确定，甚至是不知道的，但是他这种信心鼓励了整个水手那大家一直滑一直滑，几个月之后就到达了美洲大陆了。所以这个好处就是，当你很没有信心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比较有信心、有希望的活下去。但坏处就是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好的，那你以后呢都希望靠这个师傅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那就会进到一个无自觉的海洋中漂流嘛。那你用了你一点这个无知的代价，然后去换得你暂时的健康，那这就是迷信疗愈学的坏处好处是可以在你绝望的时候带来信心，坏处的时候会让你更无知，然后在无知的海洋中漂流。好，那以上就是3条方医师说回不到家的路了。不管你要否认也好，否认到底，还是说把它变成这个身体或周边的小毛病、小敌人，还是说我一旦遇到一个很厉害的神秘的大敌人，那我把它解决掉了，那这些事情呢会让你白忙一场。长期固定使用安眠药会破坏睡眠的内容，增加失智的机会。一天1次全餐，减少用餐的餐数，可以维持良好的代谢。面对焦虑，方医师提出各种面向，帮助大家找回身心安顿的方法。这1年来，方医师在未来健康研究院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各种身心的问题，希望增进大家自我疗愈的能力，提升社会医疗文化的认知。好的频道需要你的支持，因此我们决定正式开通会员，每个月300元的会员费，便可加入未来健康研究院的会员，成为小方，享有以下的会员福利：1、每月有问必答的文字回复；2、会员专属的影片；3、实体活动报名优惠。各位小方们，加入会员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提升社会。让我们一起维护这个优质的平台，期待我们在会员专区与你相见。